掌声有请。男嘉宾卢先生26岁，来自广州，项目专员；女嘉宾朱女士27岁，来自广州，高级客户主任。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很喜欢他是吧？两位认识多久了？1年多吧。谈恋爱多久啊？半年多。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呀？我们是一开始是朋友的朋友介绍认识的。后面的话有一次跟他聊起来，就是他家会离我上班地方比较近，他是跟另外一个人一起住，他们那有3个房间，正好一个空的嘛，然后后面我也租在那里了。后面大家聊得比较来，然后觉得他人挺好的，就在一起了。哦，喜欢他吗？以前挺喜欢的。以前挺喜欢的，现在呢？现在就他老是觉得有很多问题，然后老是吵架。哦，现在老吵架啊，所以今天是你要来是吧？让老师们帮帮你啊！怎么了这姑娘？她跟异性朋友交往呢，稍微有点频繁了。你说点事儿行吗？就是有次晚上我打电话给她，也没接电话，12点多吧，然后她才说跟朋友看电影。大晚上的也不回我信息，我也担心你，对吧？事情是这样子的，看电影呢，我经常会约不同的朋友去看电影。看电影谁会看手机呢？而且我回去以后也告诉他啊，我已经回到去了，就是我看到他信息了，只是当时没有看到的时候没有回复他。问一个问题啊，你觉得跟异性看电影这是什么关系？就异性可以去看电影？是这样子的，我觉得，第一个我们正好都想看这个电影，第二个我可能这个朋友正好很久没有见面，或者说我们其实聊得挺来的，我就约他去看了。所以在看电影的这个消费场景里面，你觉得男女什么都不重要，对吧？重要的是跟你看这场电影的人，让你觉得这个电影有趣，或者你们聊点其他的东西，是吧？它不一定限制在一个特定的关系人群当中才看电影的，是吧？对，是这意思吧？是啊，行，这是他的解释啊。你接着说。而且不单是这样，我觉得他有时候不是很上心，对我们一起过年前放年假，他这个就跟他朋友去他朋友老家那边去玩，但是他也没觉得应该将时间安排到我们2个人一起去这样子，我就觉得不开心了。我每一年可能有5到10天的一个年假，一开始的时候我已经有跟他说过有这个事情，但是呢，他也没有给我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那当然我自己安排时间。我问一句啊，你要休年假，表达愿意跟他一起去的这个意愿。是邀请式的，比如说我有一个年假，它的时间是10号到20号之间，你愿不愿意凑个时间跟我一起去休息？还是说，我今年的年假是10号到20号，这个事儿就结束了？你是怎么一个表述方式？我就告诉他，可能我有这样的时间，但是我知道他要上班嘛，然后你有没有做邀约，说我想跟你一起休今年的这个年假？首先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我休息或平时有时间，我不是每时每刻都要跟他在一起，我有自己的生活，而且正好我朋友回老家，我觉得跟他一起去玩，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在你的心里，这个男生跟你的关系是合租的室友关系，还是男朋友？就是我男朋友啊。他是我的男朋友，但是我有我处事的方法和方式，对不对？是啊。但是这个你是接受不了的，对吧？我觉得。你觉得他不尊重你？对，不够上心吧。还有别的让你觉得不够上心的吗？之前一段时间他手机丢了，我有2台，他就觉得我有2台手机不借给他，然后后来就他借了他前度男友的手机回来，我就觉得比较不开心了这样子。本来就是我丢了手机是我不开心，然后呢我想着他有2个手机，要么就问他借一个先用着吧，跟他说的时候他就说我2个手机都要用，那我没办法嘛，我总要借一个先用着嘛，我就发了个朋友圈，我也没想着要问谁借，然后呢前男友他就立刻拿过来给我，而且他又不给我买个手机，又不借手机给我，那我怎么着呢？对呀，要是我的话我就自己买一部呗。我想晚一些再买一个手机啊。好吧，所以男生不可理解是吧？我觉得你非得借前度的，我觉得还是。你的意思是说他愿意借给你可以拒绝，因为那是你的前男友，是这意思吗？对。我们又没有什么关系，然后前男友也是朋友啊，而且给完我他就走了，他说用到我买新手机的时候再还给他。你有前女友吗？有。跟前女友借一部手机？成啊，我觉得吃个饭。跟前女友看电影可以吗？可以。都可以哈。因为我觉得不是前女友的问题，我觉得就大家再见也是朋友嘛。听明白了啊。
这是女生的整个的，你说爱情体系还是两性关系体系里面，这是女生的一个自我体系。那下面的事情你要再讲，我都不觉得稀奇了。如果基于这么一个前提的话，还有更让你失望或者更让你觉得我受不了的事儿吗？还有他大大咧咧的毛病挺多，因为合租嘛，如果他最晚一个人出去的话，他也不锁门。有时候就真的忘了嘛，而且我给了他解决方案，我让他贴个纸条提醒我，或者说我出门的时候他发信息提醒我也行吗？不是，咱就合租的租户，您老把我们大门不关，我们都觉得不安全。不是我关门了，可是我没有锁起来，就我忘记锁起来了。那您不锁不就等于没关吗？关门就是把那个门关了，别人是开不了的。而且我在家里面，我爸妈也没从来要求我一定要锁门。我们不就跟您合租吗？我们也不是您爸妈，对吧？其他我也不好说什么，但这个我只是友情提醒一下啊。我知道。跟别人合租的时候呢，尊重一下合租的我有，我记得的时候我都有锁，但有时候真的忘了嘛。行吧，你这个就不应该说，因为你是人家男朋友，男朋友就有义务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女朋友，这个叫包容。还有别的吗，小伙子？没了哈。到我说了吗？哦，你还有呢？不是，就小片里就说他一个人来说他的那个吗？你也有痛苦啊？哎，你说说，你说说。不说了。说这么大大咧咧一姑娘，我听听有她的不满在哪个点上面？来说说。是的，其实我特别包容她，我平时都没有提出来这一点。好，今天好好不包容她一回。来。对，比如说你看她说我约朋友去玩或干嘛，比如上次呢我也叫上她一起去了，而且那个是前一天我加班特别累，然后我还睡过头，可能要迟到了，然后她要洗个澡再出门，然后我觉得哎都迟到了，他要洗澡，真的是错过了，只看了一点。那是我朋友搞的活动嘛，然后我朋友还请我们2个吃饭呢。然后后面我朋友说他特别忙，然后要回去写 PPT。后面呢，然后我就想，要不我们去听一下歌吧，就去那种音乐餐吧。结果呢，他又说那里很吵，又像什么大排档什么，就很扫兴嘛。10点多他就说要回家了，居然走的时候他又走了几个路口，然后去找那个夜车。我就穿这样的高跟鞋，然后半夜的特别累啊。结果那夜车还不到我们家，夜车再转一个夜车，后面我就生气了。转第2个夜车的时候，我就直接叫了个的士，然后我就回去了。后面我就跟他说，那为什么我不能在那里听歌坐久一点，然后我们再打车回去呢？听明白了。对，你觉得他在处理问题上不是那么恰当，是吧？对，你看他没有顾及到时间晚了，没有顾及到别人穿高跟鞋很累，而且听个歌你不喜欢，你也别那么扫兴嘛。那你看我多开心，你就不能顾及别人感受吗？要解释吗？这个？哎，你真肉就是当时我听那个，我觉得那个环境不喜欢，真的。好，然后也听得不开心。行，你就说你不喜欢不开心就好。对。另外，我还听出了女生的抱怨，就是男生做事儿不那么干巴脆，对吧？他特别提到了起晚了还洗澡，是吧？磨叽是吧？变通性差一些是吧？还有别的吗？有一次我生病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头很痛，带我去看医生。8点多的时候跟他说的，然后10点多了，他还刚睡醒，然后他又要洗个澡再出门，别人都快病死了，他要洗个澡。后面我真的是受不了了，然后我又打个电话叫了这个朋友送我过去，然后我朋友都来了，他澡都还没洗完，我朋友就带我去看医生了。后面这个事情他又生气了，为什么不陪人看病？其实我起来之后就洗个澡，赶紧跟他去，然后我洗完澡出来，他就已经去了。你这澡得洗得多长啊？所以你也抱怨他是吧？我好奇的问一句，你们俩当初为什么就在一起成了男女朋友了呢？你们俩从性格到对事物的看法完全是2路人呐。我也不知道，就是你喜欢他什么呀？你喜欢他什么呀？你们谁能回答我这个问题吗？一开始你喜欢他什么呀？觉得他比较帅。帅。比如说我工作完嘛，他还会煮好饭啊，或有时候帮我收一下衣服啊。然后我坐车可能有时候我又是有点冒失嘛，可能忘记下车，他给打个电话提醒我要下车啦。我觉得他这个人也挺好的，长得也挺帅的。你当初看中这姑娘什么了呀？其实我挺喜欢她那个比较活泼开朗，对，那个感觉挺好的，挺舒服的啊。你们俩现在还住在一个屋檐下？对啊，我觉得我都很包容他的，他老是把以前的事情翻出来，我跟他说。你希望怎么样啊？多沟通，我觉得大家感情还是有的。女生呢？我也不知道，我心很累。所以你这么拧巴的，为什么还要在一起呢？因为我们住在一起嘛。就因为你们住在一起是吗？所以我想问女生哈，就是你找男朋友是因为什么要找一个男朋友啊？我也不需要男朋友啊？
你不需要男朋友是吧？哎，我心好累啊。你为什么找女朋友啊？喜欢就交了，就是因为喜欢，也没其他的想法。好了，我要问的就这么多了啊。我们看到了反差极大的2个年轻人，他们可能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但是他们也谈了半年的恋爱了。未来他们会怎么着呢？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和建议，一起进入新氧 APP 丘比特问卷。有一个词语叫古松三态，什么意思？就是一棵松树，每个人看到的样子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木匠看到的是一个横梁，画家看到的是一个风景，农民看到的是可以给我遮阴。就和异性交往这件事情，在我们传统的思想判断当中，和男生去看电影，我觉得就是约会，尤其是单独的情况下。因为什么？场景昏暗，空间过于密闭。当然如果外放型的女生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前提条件是你现在有个男朋友，问前男友借手机出格。当然也取决于你对于对方的异性交往过程当中接受的程度和底线在哪里。所以我说你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人啊，你完全不认同他这方面，他又觉得你做事拖拖拉拉没有规则，然后这个没有计划，你又不喜欢他，他也不认同你，你们两个干嘛在一起呢？就像我们说两个人的感情能够继续交往走进婚姻的情况下是2条线最终重合了，只谈恋爱的时候呢是交叉了。见不到的朋友是平行线，永远不可能在一起，你们两个是异面线，就根本都不在一个平面上。所以我并不去判断谁对谁错，但是当大家的成长经历、人生经历甚至是学习经历完全不同的时候，那就彼此祝福，各自安好就好了。祝你们各自幸福，谢谢。好，谢谢左岩老师。来，陆琪老师啊。现在很多女生不爱谈恋爱，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姑娘发现，我谈了恋爱，我以为爱情是我人生必须，所以我谈了恋爱，但发现爱情并没有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反而让我更累。那我为什么要谈恋爱？我为什么不和闺蜜、不和异性的普通朋友一块出去玩？为什么我非要有一个人还管着我，他还不能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他还拖累我，他还打扰我，他还拘束我，是这样吧？就有没有发现这位姑娘特别像男人，这位特别像女孩，然后她追求的是结果，你追求的是感受。以前很多是女孩追求感受，男生追求结果，现在越来越多是反过来，是不是？你看他说的是这个事情你要给我做好啊，或者这个事情要有一个结果呀，你应该有一个解决的方案啊。结果论，你呢？那你有没有考虑过我？你有没有尊重过我？我不认为这是错，或许这是各自大家的选择，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每一个人在进入一段亲密关系中，他对于伴侣他是有一种期望值的，他的期望值不是你这样的，这就是反差之所在。就是你要的不是他这种，但你找了他这种，当然你找他这种是因为可能是方便，因为就住一个屋檐下，而你呢，你要找的也不是他这一种，但是你们已经建立了亲密关系，然后再谈感情。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先合租了，然后一看，哎，反正就是他了，我也需要一个男朋友，反正就是他了。我给你们的建议是，你们不要合租了。你合租这个关系导致了你们两个本来不应该在一起的人在一起了。我们不一定说选了你，所以你必须要变成我这样的人。我觉得不是，不能让对方变成你要那个人，那就去找你要的那个人，就那么简单。谢谢。好，谢谢陆琪老师。我相信所有的女孩子都希望爱情是排他的，是唯一的。我爱他，我看电影就想跟他看。你还是没有找到爱的感觉，你只是把男生分成不同的类型和不同的用处。我需要一个人陪我看电影，是他也可以，是他也可以，因为他们其实在我心里是几乎平等的，没有特别明确的男朋友和男性朋友的必然的差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不够喜欢啊，不够爱啊。如果你真的爱这个男人，他明确告诉你说，我觉得你不尊重我，
我不喜欢这样的方式，那么爱中的男女会尊重他的，你会选择放弃那些不必要的紧密的关系。所以也不用遮遮掩掩的，就是不够喜欢他了。所以我无论是爱情、交友、工作、生活，都应该把自己身上一些适度该调整的地方改进了，才能遇到那个真的适合自己的，能够互相敞开心扉相爱的人，好吗？谢谢。好，谢谢杨老师。来，涂老师。女生是做高级客户经理的，就俗称的大客户经理，是吗？男生是做项目专员的，对吧？做一个好的大客户经理，最需要具备的素质就是社交，社交能力要强。我们会发现很多女生在做大客户经理的初期的时候，她往往分不清楚外社交和内部的亲密关系，每天接触各种各样的人，有些人是你的潜在客户，有些是你的利益客户，还有一些是你需要去长期维护关系的客户。频繁的社交之下，你往往会导致到自己内外无别。所以在我看来，你跟这个男生以及跟那个看电影的男生，前男友都只是社交而已。你们长期要去琢磨客户的心理，因为你们要跟他们维护长期的关系。在这种情形之下，你分不清楚工作和私生活。但是在这个男生看来，你那种外向的活泼的性格恰恰是吸引他的。都说你们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两个不同世界的人貌似过不到一起，但是在初期的时候一定是相互吸引的。我想跑到你的世界看一看，你想跑到我的世界来看一看，看完了之后发现不是一类人，就各分各散。你的那些所谓外向的性格啊，了解你的人会无所谓，但不了解你的人会给别人带来错觉。如果你跟有一些客户之间的社交太过于亲密，那些男生也会带来错觉，认为你对他有好感，而最初他就是因为你的这种外向，这种错觉才把你招进了他家。你想想看，一个矜持的女生怎么会那么因为离公司近而就轻易的住到了一个男生的租的房子里面去呢？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但是你一招他就去了。所以你以为我把你请进来作为一个租客租一个房子，你以为他愿意进来了，就是对于你有好感。这个女生对于你有想要接触的欲望，其实根本不是，她对任何一个男生都这样。小伙子，你自作多情了。所以到后来你会发现，他不光对你是这样开放式的，他对于别的男生一样是开放式的。这可能是来自于自己的性格以及工作性质所带来的一些行为上的差别，或者是影响。但其实我要告诉女生的是，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客户是客户，男朋友是男朋友，你必须得分清楚。也许这个男生还不足以让你感觉到我要把这个男人和那一对男人要区别对待，他可能还没有达到这种魅力。可能有一天有一个男人会突然之间让你变得矜持起来，你觉得我不能这样，那是男客户，这是男朋友，他必须要有分别。也许他还不是那个人，但是你从现在开始你一定要区别对待，否则的话对于你的工作也会带来极大的困扰。至于男生，你多想了，其实从头至尾在我看来，你在他的心目当中都不是男朋友，只是比较亲密的客户而已。如果他心里真的把你当成男朋友，他就一定会在乎你的感受，会跟别的男人保持距离，但是他没有。你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朋友，或者是比客户更进一步的一个异性，仅此而已。我跟陆琪说，你们俩要搬出来住，这种所谓一个屋檐下的东西会给你们造成假象。所以距离离得远了以后，你才可能真的发现，我们其实从来是只有好感，没有真正相爱过。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男生，你要找一个完全尊重你，按你这个方式来的，下了班就给你把两个人的衣服洗好了，饭做好了，然后你说我们去看电影吧，他说那我等你，你把澡洗了，40分钟以后我们俩再出门。你找这么一个女生不是很开心吗？为什么一定是这个呢？
女生也是一样的，你就找一个反正家里面的衣服都扔得很乱很乱，最后两个人说，哎呀，没衣服穿了，行，咱哥俩一起去买衣服去，你帮他挑，他帮你挑，不是很快乐吗？为什么非跟这么一个人在一起呢？所以你们自己拿主意，好吧？好了，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刚开始都是互相对对方有好感喜欢的，但是慢慢交往下来，可能真的价值观或者其他的矛盾都挺多的。但是我觉得有人在一起，我也抱着解决的心态的。现在就看您是怎么样态度，我觉得有事还是多沟通吧。我觉得很多问题就产生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问题可以得到一个解决方案，每个问题这样累积，其实我觉得都是同一个问题。然后如果不解决的话，我觉得挺累的。谢谢你们，请回吧。谢谢两位。来吧，看结果，请看。抱一抱，